小男孩敲门来了，老铁弓了身子，十分正规地和他握过手，却没有松开，一直拉到虞姬早的床前，有点献媚了。虞姬早打量了小男孩一眼，没见过，问：这是谁家的小绅士？老铁对隔壁努努嘴儿，大声地说：我刚认识的好朋友。小男孩站在床前，瞪大了眼睛四处张罗，最后两只眼睛却盯上了虞姬早的电动轮椅。他爬上去拧了一下把手，居然动起来了。小男孩来了兴致，驾驶着电动轮椅在虞姬早的房间里开了一圈，附带试了几下刹车，又摁了几下喇叭。结论出来了，老气横秋地说：我爸爸的汽车比你的好。虞姬早看了老铁一眼，笑了，十分开心地笑了。虞姬早摸了摸小男孩的头，说：上学了没有？小男孩摇摇脑袋说：没有，过了暑假我就要上学了。不过小男孩十分炫耀地补充了一句：我已经会说英语了。虞姬早故意瞪大了眼睛，说：我也会说英语，你能不能说给我听听？小男孩挺起肚子，一口气把26个英文字母全背诵出来了。虞姬早刚刚要鼓掌，小家伙已经把学术问题引向了深入。他伸出了他的食指，十分严肃地指出：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是汉语拼音就不能这样读，要读成啊喔伊乌吁波泼摸佛的特呢了个科呵鸡七西滋呲丝支吃诗日。这孩子有意思了。虞姬早痛痛快快地换了一口气，痛痛快快地呼了出去，无声地笑了。满脸的皱纹像一朵怦然绽放的菊花，全部挂在了脸上，他的眼泪都出来了。虞姬早给小男孩鼓了掌，老铁同样也给小男孩鼓了掌。虽然躺在床上，可虞姬早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已经站立起来了。虞姬早一把把小男孩搂了过来，抱在了怀里，怀里实实在在的，实实在在的。兴许是搂得太过突然，太过用力，小男孩有些不适应，便把虞姬早推开了。虞姬早并没有生气，他歪在床上，用两只胳膊支撑住自己，望着他。这个小家伙真是个小太阳，他一来，屋子里顿时就亮堂了，虎虎有了生气。虞姬早手忙脚乱了起来，他要找吃的，他要找玩的，他要把这个小家伙留在这里，他要看着他，他要听见他说话。小男孩仰起头对老铁说：你把泡泡液给我。老铁擦干净眼角的泪，想起来了，人家是来玩泡泡液的。老铁收敛了笑容，说：我不给你，29喽，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虞姬早说：什么泡泡液？给他呀，还不快给孩子！老铁走到虞姬早的面前，耳语了几句。虞姬早听明白了，虞姬早却来了劲头，让老铁扶他，他要到轮椅上去，他要到地球上去，他要看老伴儿和小家伙一起吹泡泡液，他要看泡泡们像气球一样飞上天，像鸽子一样飞上天。虞姬早兴高采烈地来到客厅，大声宣布：我们到广场上去吹泡泡。小男孩的小脸蛋儿阴沉下来了，有些无精打采，说：爸爸不在家，我不下楼。爸爸说外面危险。老铁说：外面有什么危险？小男孩说：爸爸说了，外面危险。老铁打起了手势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虞姬早立即用眼睛示意老铁，老铁只好把手放下了。老铁说：那我们吃西瓜。小男孩说：没意思。老铁说：吃冰激凌。
小男孩显然受到了打击，脸上彻底不高兴了，说：“就知道吃，没意思。”隔壁的门铃声就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，叮咚一声，在29楼的过道里无限的悠扬。29楼实在是太遥远，太安静了。小男孩站起身说：“家庭老师来了，我要上英语课。”老铁和虞姬藻被丢在了家里，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。其实平日里一直都是这样安静的，可是这会儿的安静特别了，反而像一次意外。虞姬藻只好望着老铁，是那种没话找话的样子，但到底要说什么也没有想好。虞姬藻只好说：“我答应过女儿，不对你发脾气的。”老铁反而说：“要发，不发脾气怎么行？要发。”虞姬藻看上去似乎有些累了，然而格外的勉强。虞姬藻说：“我们下楼去，吹泡泡。”老铁看了一眼窗外，商量说：“这会儿太阳毒，傍晚吧。”虞姬藻顿时就暴躁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你又不听话了是不是？不听话是不是？”老铁笑起来，十分的迷人，有点坏，有点帅，有点老不正经，有点像父亲，还有点像儿子。老铁很撒娇地说：“哪能呢？哪能不听骗子的话呢？”老铁装好钥匙，拿过泡泡液，推起了虞姬藻。还没有出门，电话又响了。老铁刚想去接，虞姬藻却把他的电动轮椅倒了过去。老铁只好站在门口，在那里等。虞姬藻拿起电话，似乎只听了1-2句话，电话的那头就挂了。虞姬藻放下耳机，却没有架到电话上去，反而搂在了怀里，人已经失神了。他看了一眼老铁，目光却从老铁的脸上挪开了，转移到卧室里去，转移到了墙上，最后盯住了那一排史英中，一个劲儿地看。老铁说：“小棉袄吗？”虞姬藻摇摇头说：“小绅士。”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我们家的时间坏了。”